从162厘米到1.2亿阅读量，谭松韵福建生图刷屏背后，真正让人羡慕的从来不是颜值。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。最近几天，谭松韵在福建漳州拍戏期间的一组路透照片突然火了，没有精修，没有夸张滤镜，甚至连造型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。一件灰色 T 恤，一条直筒牛仔裤，一个低马尾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组看似平平无奇的生图，却迅速登上热搜，引发大量讨论。很多人看完照片后的第一反应几乎出奇一致，他怎么一点都不像32岁？双引号。而第二个引发争议的话题则更加有趣，他到底有没有162厘米？因为从照片来看，他整个人的比例显得异常修长，腿长，腰线高，体态舒展，视觉效果甚至让不少网友误以为他至少有168厘米以上。于是关于身高、比例、状态、年龄的话题开始持续发酵。但在我看来，比起讨论谭松韵到底是不是162厘米，还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思考：为什么同样是生图，有些明星让人觉得普通，而谭松韵却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舒服的生命力？答案或许并不在脸上，而在她这些年越来越稳定的状态里。如果把时间拨回10年前，很多人对谭松韵的印象其实很简单：娃娃脸，圆眼睛，笑起来特别甜，属于那种第一眼看上去没有攻击性，却很容易让人记住的演员。可娱乐圈从来不是一个只靠长相就能长期生存的地方，尤其对于女演员来说，娃娃脸既是优势，也是束缚。优势是观众缘，限制则是戏路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外界对于谭松韵最大的质疑就是，她是不是永远都只能演少女？双引号。这种声音其实并不少，因为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，一个拥有圆脸、苹果肌和又太敢长相的女演员，很难驾驭复杂角色，甚至有人认为她的气场不足，撑不起大女主，撑不起现实题材，撑不起厚重人物。但事实证明，观众低估了她。从最好的我们到锦衣之下，从以家人之名到归路，再到近年的各种现实题材作品，谭松韵一步一步完成了自己的突破。她没有刻意摆脱少女感，也没有强行转型，她选择了一条更聪明的路，那就是接受自己的特点，然后把特点发挥到极致。这一点我一直非常欣赏。很多演员失败，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总想成为别人。谭松韵却始终知道自己是谁。这次福建生图之所以引发热议，最大的原因其实不是颜值，而是状态。什么叫状态？很多人以为是皮肤好，其实远远不止。真正的状态是一个人长期生活方式的综合体现。皮肤可以靠化妆，滤镜可以靠软件，但眼神里的松弛感很难伪装。照片中的谭松韵没有浓妆，没有刻意摆拍，可她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却非常轻盈。这种轻盈不是瘦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此前经纪人曾提到过她的3不原则：不熬夜，不吃重口味，不过度节食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，就这，听起来太普通了。可真正困难的地方恰恰在于普通。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短期冲刺，缺的是长期坚持。今天减肥3天，明天断碳1周，后天疯狂运动，这些都不难，难的是10年如一日。心理学专家认为，一个人的身体状态本质上是长期习惯的累积结果。美国行为科学研究曾提出复利习惯概念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1年之后会产生巨大的差距。
谭松韵身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种长期主义，她没有极端瘦身，也没有病态管理，而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会觉得她不是那种惊艳型美女，却特别耐看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：体态。事实上，这次引发热议的162厘米看起来像168厘米，核心原因并非腿真的变长了，而是体态改变了视觉比例。运动康复领域专家指出，当一个人长期保持挺拔姿态时，肩颈线条会更加舒展，骨盆位置更稳定，身体纵向延伸感会明显增强。简单来说，人还是那个人，但看起来会高很多。从近几年的公开活动来看，谭松韵一直保持瑜伽训练习惯。瑜伽带来的最大改变不是减肥，而是线条。很多女明星体重很轻，但看上去依然缺乏精神，原因就在于体态。而谭松韵的优势恰恰在这里，她站着时肩膀自然打开，走路时步态稳定，拍照时脖梗线条流畅，这些细节叠加起来，最终形成了大家口中的显高。所以严格来说，网友讨论的根本不是身高，而是比例。不过任何明星爆红之后，都一定会出现不同声音，谭松韵也不例外。支持者认为，她代表了一种真实自然的审美。双引号，没有刻意医美脸。双引号，没有千篇一律网红感。双引号，看着特别舒服。双引号，但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些不同观点出现。部分网友认为，她只是长得年轻，并没有那么惊艳。双引号，娱乐圈里比她漂亮的人很多。双引号，过度营销童颜感容易审美疲劳。双引号，还有人认为，总强调少女感会不会限制未来发展？双引号，这些观点其实都很正常，因为审美从来不是标准答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。但如果客观分析会发现，谭松韵真正吸引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五官有多完美，而是她身上那种罕见的真实感。如今的娱乐圈，很多明星越来越像模板，同样的妆容，同样的滤镜，同样的表情管理，看久了以后，观众反而开始怀念真实。而谭松韵身上的价值恰恰在于此，她让观众觉得，原来不用成为标准答案，也可以被喜欢。事实上，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下社会审美的一次变化。过去几年，人们追求极致精致、极致白皙、极致瘦削、极致完美。可当所有人都在追求完美的时候，完美反而失去了吸引力。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真实比完美更有力量。心理学专家指出，人们会天然对可接近的人产生好感，因为这种形象能够激发认同感。换句话说，当观众看到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人时，反而会产生距离感；但看到一个真实自然的人时，则更容易产生共鸣。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生图时代越来越受欢迎。大家开始厌倦过度修饰，开始欣赏自然状态，而谭松韵刚好踩中了这种审美趋势。她不是最艳丽的，也不是最张扬的，但她却让很多普通女孩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我一直觉得谭松韵最值得学习的地方，不是她的脸，而是她对边界感的认知。她知道自己的优势，知道自己的不足，更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娱乐圈最可怕的不是竞争，而是迷失。有人拼命模仿别人，有人不断否定自己，有人在流量与焦虑之间反复摇摆。而谭松韵这些年最大的变化，就是越来越稳定。
这种稳定体现在事业上，也体现在生活里。他没有追逐每一次风口，没有制造过多争议，甚至很少主动制造话题，但他却始终保持存在感。因为观众最终会发现，真正能走得远的人，往往不是跑得最快的人，而是最稳的人。福建这组生图爆红，看似偶然，实际上却是多年积累后的必然。那些被网友羡慕的状态，那些令人称赞的比例，那些让人感慨的年轻感，背后都藏着长期自律和清醒认知。结语：看到谭松韵这组生图后，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很简单。我们总喜欢寻找所谓的逆龄秘诀，寻找快速变美的方法，寻找立刻见效的捷径。可真正有效的东西，往往最朴素：规律作息、健康饮食、持续运动、保持情绪稳定、坚持做正确的事。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，但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。或许谭松韵给大家最大的启发，不是如何变成他，而是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谭松韵最大的优势到底是什么？是娃娃脸带来的天然亲和力，还是多年坚持形成的好状态？你觉得女演员应该突破舒适区转型，还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？对于真实生图与精修美颜，你更喜欢哪一种审美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娱乐人物解析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频道，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明星幕后故事、娱乐热点解读以及独家观点分析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